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歡迎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趕快來看到在中日的這一場政治外交上面的衝突，現在竟然是整體已經擴大到延燒到整個第一島鏈去了。那麼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的是火線話題，等一下會來看到的是百艘共軍的艦隊已經悄悄的壓境在第一島鏈了。北京還是零宣傳，沉默大軍整體逼近在西太平洋地區。美日台現在全面緊繃哦，太平洋版的古巴危機難道會正式的此刻要引爆了嗎？今天都會一起做關注。好，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帶觀眾朋友先來關心到的是，來自於這個百艘解放軍的軍艦，現在可以說已經整體壓境在第一島鏈了。等一下，李將軍會帶我們來看，包括北京，我們現在要來了解它到底在下什麼猛棋，而且媒體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方面是完全沉默，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的，非常的神秘。等一下來做關心。解放軍這一次出動，包括了它的空中有3劍客，還有海上的神盾艦052D， 打造第一島鏈外海最強沙陣嗎？最後來看到的是，難道太平洋的版的古巴危機會重演嗎？美國在這個時候會做出怎麼樣的抉擇？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12月4號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報道。剛剛講了，大陸的媒體是沒有報道的，所以我們看到來自於路透社的報道，就是中國大陸在本周在第一島鏈已經部署了超過100艘的海軍艦艇，還包括了在海警船都有。一路是從黃海的南部一直到東海、南海，都可以看到各種的武器深入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90艘目前仍在西太平洋這邊很活躍的做活動，執行針對外國船只的模擬攻擊演練以及操演區域拒止等等的行動。台灣國安局長蔡明彥同步證實，確實共軍在西太平洋有4支的海軍編隊正在活動。路透社也特別指出了，部分共機的艦艇跟戰機都已經開始對外國船只進行剛剛講的這個模擬攻擊以及拒止的行動，目的都是要來阻絕美軍的增援，要來封死第一島鏈。趕快來看到下一張圖，等一下會請李將軍帶我們特別來關心第一島鏈的要衝。我們今天會從北到南，一直看到幾個重要的地點，不管是從大隅海峽到這個普格拉海峽，一直到這個宮古跟巴士海峽，都可以看到解放軍的武器。如果解放軍真的有眼轉戰，會如何來做進攻？這個有關於戰情，我們請李將軍來帶我們看。思敏給我的作戰任務有眼轉戰是指揮官受命後第一件事情要做任務分析。任務分析第一件事情要確認指揮官的作戰任務，還有我軍要如何部署跟行動。作戰任務第一個分析就是這個要決定自己的有幾個任務，哪個是主要任務，哪個是次要任務。好，這是第一個我們做任務分析要知道的。那各位可以判斷，好，如果這時候這個台灣有事，然後就是日本有事，那現在如果說你是戰場指揮官的話，你會優先，你的任務優先目標是日本還是台灣？我想大家顯而易見，應該就是以台灣為主要任務。好，這個是次要任務。第二個來講，我們在講兵力運用方面，一定要講究集中與節約。好，在集中方面要打擊，在節約方面，哈，盡量用拘束。好，那如果說日本跟台灣哪邊來講，我集中兵力的地方，現在如果說是這個我是東部戰區指揮官來講的話，有上百艘戰艦受我指揮，這種狀況下，我一定集中兵力來打台灣。好，那日本方面來講的話，我就節約兵力，我不用很多的兵力。那第三個，我們講拘束與打擊，哈，將次要的方向你一定要拘束住，讓日本動不了，好，讓日本不敢動。這個時候，讓他沒有辦法來支援台灣的作戰，這時候我才能夠用全力打台灣。哦，基於以上幾個原則，我們來做我們的兵力部署跟判斷。好，當然這個解放軍來講的話，它可以利用大隅海峽跟馬毛島在這個地方，用少部分的艦艇，還有用它的導彈，來對它做威脅，然後讓日軍在這個地方不敢輕舉妄動。還有一個地方不要忘了，就是北邊有一個大毛俄羅斯。俄羅斯如果這個時候可以跟中國在軍事同盟來講的話，
對日本的北方，我們經常看到，包括白令海峽啊這些地方來講的話，甚至於這個北海道這邊，若俄羅斯在北邊有所動作哈，那甚至於朝鮮那邊有所動作來講的話，我相信日本會被拘束在這個地方。這時候高市早苗或這個他們的這個小泉哈，我相信這時候一定不敢輕舉妄動。那第二個來講的話，我認為會用的地方就是這個以這個他的艦隊哈，一定會出這個宮古海峽哈，宮古海峽，這趁着你不敢動的狀況之下，我艦隊立刻出宮古海峽。這個艦隊極可能是我認為是山東跟遼寧雙航母的艦隊，然後在這個地方哈，這個擔任這個阻援的任務，阻止美軍就是反介入跟區域拒止。那大家還會問，那福建艦到哪裡去了？我認為福建艦可能是到南海這邊，是南海這邊，因為美軍也有可能從南海這邊上來，所以我在這兩個門我都關起來了，哈，這南北這個東邊這個門跟南邊這個門我關起來，北邊這邊啊，我用一部分兵力拘束住日本，讓日軍不敢輕舉妄動，這時候我就可以集中我的全力哈，因為這邊海峽只有200公里寬，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我的是075哈，在075，我幾艘075在西邊海域，076部署在這個地方，因為它有電磁彈射的無人機，可以擔任制空作戰，也可以登陸作戰，哈，放在這個地方，也可以牽制到與那國島。它雖然說與那國島部署了防空導彈，但是我相信，如果說以076的艦載機，就無人艦載機攻擊21來講的話，要這個殲滅與那國島的這種空導彈、對空導彈。我想是這個輕而易舉的事情。好，076部署在這邊，075分別部署在台灣的北、中、南，置重點在北。好，置重點在北。南部這邊也是一樣，讓南部的兵力好不敢輕易向北轉移運用。在這種狀況下，我想說上百艘軍艦，我如果說將台灣好武統台灣，將台灣拿下來之後，各位想想看，日本這時候還沒有作戰意義，就沒有太大作戰意義的。我相信高市早苗這時候也不會在這邊這個。在講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緊接着後續哈就是外交上的動作，所以我認為如果說是按照這個軍事上面四維禮則來講的話，哈，不管是主從任務啊主要任務、次要任務，然後這邊是主要打擊啊，這邊是次要打擊拘束的方向，好，這邊是拒止方向，這樣我們台灣來講。要思考我們怎麼樣在這種狀況下能夠獲得美軍的資源，能夠獲得日軍的資源。我認為日軍頂多哈大概能夠提供給我們台灣的大概2種方式，一種是情報方面的資源啊，大概可以情報方面。可是第二個來講的話，它可能在潛艦方面會有所的協助，因為潛艦來講，畢竟不是水面的戰艇嘛，而且你不太容易判斷是哪一個國家的這個潛艦。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哈，如果說它潛艦啊，這個要到這邊來的話，同樣哈，如果解放軍在這邊哈，這個如果這邊有076來講的話哈，這邊有這個它這個航空母艦上面都有相關的反潛機哈，那雙方來講，未來在這個地方極可能不管是水面或者是水下哈，都可能爆發。主要的戰場會在這邊發生，但是關鍵還是在主要作戰還是台灣的登陸作戰，這是關鍵是所在。然後怎麼樣讓登陸部隊可以持續不斷獲得資源？我覺得解放軍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這種功課，包括他這個做了那種登陸的接駁船，一艘接一艘的那種接駁灘岸的接駁船啊，或者是說它的滾裝貨輪哈，都是登陸的持續戰力。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說是日本哈，如果說是要來協助台灣作戰，確實是有它的困難，因為這個地方畢竟隔了這麼多個馬毛島、奄美大島。那如果說這個055大區的艦隊又在這個地方啊，對它形成威脅，切斷它哈，大家看到很明顯的切斷它的兵力。我覺得我們台灣來講，還是要思考怎麼樣在沒有外援之下獨立作戰。好，謝謝酈將軍。現在剛剛酈將軍帶我們看到的是整體解放軍，如果真的發生所謂的武統，那可能的作戰想定。那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們看到解放軍這一次的大回的動作，其實包括了海空都有非常多的武器。我們今天也要特別來盤點，總共是海空出動了哪一些武器？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報道。同時，央視乾脆也直接點名了，包括在空中有出动3款武器，大家叫它3劍客，攻擊11、歼20跟它的歼16。那麼在海上同樣呢，則是出動了中華神盾哦。
這一款是這個052D， 那麼它是新改良款的052DM， 在今年呢，至少我們已經看到它成軍了5艘以上。比較不一樣的事情是，它改良之後有哪一些比較改进的武器的部分呢？就是它換裝了 X 波段，可以快反雷達，提高對於低慢小的目標跟逆中目標的一種探測能力。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張將軍來從軍事也幫我們做解析，解放軍最新的剛剛提到的空中的3劍客加052DN 的這個神盾艦戰力組合又有多狠？那我們先來看這個空中3劍客，包含攻擊11、歼20跟歼16，它各有各的任務，各有各的任務呢，要針對任務的特性、目標物的特性來做機種的搭配。那攻擊11做什麼？攻擊11是做踹門，歼20呢負責制空空優，因為它逆中戰機，負責空優交給他。這個殲16負責對地或对海打擊攻擊。那我們看，那攻擊11它的這個作戰航程它4000公里，所以它算是個有空用型也有海用型。海用型它可以在航空母艦上起飛，海用型嘛，所以它是2種都可以。然後呢，它只要装什麼呢？装在上面飞機上，只要掛2公噸的反輻射飛彈，把雷達打瞎就可以了，踹門嘛。踹門完畢之後，逆中戰機殲20出來的時候，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給他，讓對方的戰鬥機或什麼會抓不到逆中戰機，逆中戰機抓得到它上面掛的這個長距離的或短距離的空对空飛彈。那真正的打擊的殲16，那殲16它有12個掛載，最大的滿載是12公噸。你要打個折，你打仗的時候不會說12公噸掛得滿滿的，大概掛個8公噸差不多了。那可以掛鷹擊6兩、鷹擊83，我就看它要針對任務性質啦。鷹擊6兩或者鷹擊83的性質，專門做對海打擊。因為什麼？因為講到了第一島鏈，你從這幾個海峽，宮古海峽或巴士海峽，或者是那個中國海峽。這個軍清海峽，它這個都可以出來啊！可以出來的時候，這個在東海還有巴士海峽都可以來實施這個海域上的掃蕩。那這個交給誰？就給殲16嘛。所以我們看踹門，掌握空優，然後對地或者對海打擊，這個剛好就變成3位一體。一種機型，你讓它包山包海，又要對空，又要對海，又要對地，又要去踹門，這個任務你通通交給他，反而倍多利分。你都不專精，你又要對空，你又要去对海，你都不专精。這個我們把分工分得很清楚，讓這些真正執行任務的殲16專心去對艦，空對艦的飛彈就下去，83鷹擊8或者鷹擊62下去，把這個軍艦給它擊沉，它專心。那這樣的話，功能是發揮到最多。那我們現在看到海軍，看到動5兩 DM 就是現代化了，中華神的7000公噸。7000噸級的，最重要它改良在哪裡？以前呢，它的這個搜索雷達啊是 C 波段跟 S 波段，那它現在加了一個 X 波段，X 波段是強迫雷達。那強迫雷達看得遠，因為我們知道最主要海上你要怎麼克服？因為它有個曲度，那曲度一遠的地方你看不到，因為它是地球，你這個雷達波，雷達波是它不會轉彎的，雷達波是直射的，你地球曲度那遠的地方，它直接過去，它在下面。你根本沒辦法發現目標，那這個就重要了。我要換 X 波段，強迫雷達要出來了。它這個強迫雷達的型號是364型，那364型專門抓低空目標。我們知道有時候低空目標，尤其是反艦飛彈，這個空對艦飛彈或艦對飛彈過來了，那這個時候我要去在第一時間先發現有飛彈來襲，然後我這個時間預備了準備去摧毀它。那動5兩的它重在防空，不跟動54不一樣，因為這個軍艦也是一樣，不是說包山包海樣樣都行，它重在防空。所以你注意看，中共一個這個我們作戰集群出去的時候，有動5兩，有動54，然後還搭配大家來護衛動5 5，是這個樣。它這個總共是64個垂發，前面32，後面32。那針對任務性質，我認為它裝的這個艦對空的飛彈多。我們講打以這種大型的。這無人機 UAV 可以打這個我們講的飛機，我們叫做防空，這個火力沒問題。就這樣，它上面掛的是紅旗9B 跟紅旗9C，都是比較現代的。那你這個海紅旗9B 跟紅旗，它不用海紅旗9A 了，淘汰。那這海紅旗9B 跟海紅旗9C 都打200公里。那這樣的話，先發現目標，反正交給 S-band，然後
這個海紅旗9C開始對目標作戰發射出去，不管是大型的 UAV 也好，或者是大型的這種戰鬥機或者歼擊攻擊機，那這都會在它的這個火力涵蓋範圍之內。所以，我們今天呢要來看的話，還有一個最好的搭配，只是這裡面沒有寫，就是空警500或空警600，這你要搭配，為什麼？它可以在整個戰場對空搜索還有對海搜索，通通交給空警500，或者是空警600。看是什麼性質，是海軍用的600呢，還是空軍用的500？把整個空域交上去，然後經過鏈路 link 在一起，把這相關的訊號在第一時間收集給動52 DM，這樣來搭配，或者是將來的時候，這個空警500或空警600，將收集的信號跟它攻擊的目標，這個下發給殲20或下發給真正出作戰任務的殲16，那這樣子去打海上的目標。這個以後就是說變成戰場管理，然後大家都有一個共同作戰圖像，有作戰圖像做任務的分配很明確，你的目標就是這個。那目前它的航向、它的速度，還有它的噸位的大小或者是一些特徵，它會告訴這個執行任務的飛行員。任務飛行員一發射之後，他就接管，把這個信號去導引這個飛彈過去攻擊那海上的目標。所以將來都是一種任務型的搭配，沒有一架飛機。它要包山包海，什麼都要去做執行。這樣的話，讓飛行變成單純化、組合化，達到最大的作戰效益。是好，我們看到整體來說，等於說這一次不管是海是空，解放軍已經釋出了各種的武器。不過現在外界其實也在做一個擔心，就是因為有一些事情比較詭異。过去如果是做相關的演習的時候，其實不管是官方的媒體或者官方或者是他們的媒體，可能都會釋出一些消息，但是這一次卻是一句話都沒有講，大家才在猜說沒有講的話，其實感覺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有可能有眼轉戰、零宣傳的狀況之下，這個類似過去太平洋的古巴飛彈危機是否可能會真的到來呢？楊老師有怎麼看？現在目前已經確定，還是至少有90艘以上的水面艦在整個黃海、東海的集結。那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在11月7號高市早苗的發言之後所看到的這個情況。目前我覺得目前還是在集結跟演習的這個階段，它會不會接下來採取一些真正的任務的行動，不確定。但是呢，可能有3種。第一種就是持續的一種集結演習，產生一種威懾。這個威懾效應當然就是告訴日本、美軍，甚至台灣這邊。那針對高市的發言，因為高市的發言他提到，就是台灣有事，就台海戰爭會影響到日本的存亡事態，所以呢，暗示的有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自衛隊派兵，而且是跳過美日安保單幹的這樣子的一種可能性。那他到現在為止不願意收回，所以呢，大陸這邊也不做任何其他的宣示，就是做兵力的集結。他覺得可能你們這些決策者，你們這些保守右翼不太了解，實際上現在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發展，還大概是停留在10-20年前對於解放軍的認知。你看今年光是印巴空戰到93閱兵這2個事件，其實就顯現解放軍的就是整個武器的這種精良跟作戰能力。因此，他就用這種方式來去有一種威懾。第二種可能呢，那就是有攻擊。那這個攻擊我們不確定會不會真的產生。我等一下回來討論。那第3個呢，那就是封鎖。這個封鎖一定是針對台灣，因為高市自己在去年的時候，他也曾經說啊，台海封鎖就會造成日本的存亡積態，那你就來啊。不要忘記你還已經講過了。所以我目前覺得，現在在日本、韓國、美軍駐日美軍，甚至我們台灣呢，所有的軍隊。海防以及國安人員還有情報人員，一定是待命的，而且非常的就是說密切會去觀察，可能甚至每個小時要提供相關的這些情資然後一段時間他立刻要做一些研析判斷。我覺得目前軍事層面判斷這個比較是維持在威懾的這個效應上，但是你要做最壞的這種就是說打算，因此。這樣子的一些怎麼打算呢？你當然可能要待命，可能要因應相關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情況的出現。不過我個人覺得大陸這邊目前沒有其他的理由說這麼快速的由演轉戰，但是呢，也要看日本這邊的反應。那所以你看到這幾天高市就開始不斷的在退回原點做修正，
可是大陸這邊覺得你是這樣在這個推脫，你在搪塞，沒有真的這種就是誠意要去收回，以及面對這個問題，你講錯話，然後你事實上美國都不支持你，因為美國覺得，怎麼你走在前面，要我來幫你收尾啊？對，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產生。川普還打電話給高市來去敲打，對，所以現在我覺得緊張的情勢是很高了哈。那讓日本這邊也了解到，自衛隊這邊一定都會每個小時不斷的訊息到防衛省，防衛省到官邸，官邸到高市，告訴他現在大陸在那邊90艘水面艦集結，你一定要謹言慎行。我覺得形勢其實在日本的政界是非常緊繃的。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持續的關心到的是，本來是中日之間的政治外交的這一場對撞哦，現在也加入了許多國家，讓情勢變得戰情非常的詭譎。俄羅斯可能加入在當中，那麼包括了美國跟北韓是否也可能加入在這當中，讓整個衝突持續的擴大呢？今天我們會持續的來做關心。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接下來的火線話題，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因為這個時候俄羅斯也正式的表態了，他跟中國大陸可以說是戰略對表，要一起來共同對抗日本。尤其他們用這個日本你這個軍國主義九頭蛇來怒轟東京，你一直想要把你的軍國主義給擴大。現在來看到說西太平洋會不會接下來變成兩大勢力的對撞，包括了中國大陸、俄羅斯加上這個北韓對上美日台的大對決嗎？今天會來做第一點的關心。第二點，我們也會來關心到的是，剛剛講說俄羅斯要加入嘛，那一邊呢，這個對抗日本的話，中國大陸會不會從西南諸島這邊來做對抗？那俄羅斯則是從千島。這個群島這邊來做對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東京正在面臨的是70年來最大的戰略壓力嗎？最後我們也會來關心到是中俄的巡聯，大家在看不是演習是預演吧？因為現在各種武器都出動了，如果真的開戰了，中俄還會亮出哪一些更狠的武器？今天就軍事戰略面，我們會做一層比較深入的分析。趕快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官網是突然拋出一個震撼彈，是什麼呢？在外交上有了一個大動作，也就是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跟俄羅斯的國安會秘書長邵伊古現在正在進行的是中俄第20輪的戰略安全磋商，雙方這個話也講得非常的直白，官方也毫不掩飾的直接說，中俄現在是就日本的問題進行戰略對表，已經達成了一個高度的共識。邵伊古乾脆就直接嗆了，你日本的軍國主義九頭蛇已經再次的抬頭了，俄羅斯跟大陸我們在斬斷你的頭顱方面已經累積了足夠的經驗，這話說得非常的兇狠。節目一開始要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現在中俄放狠話了，日本會完蛋嗎？高市他說他要介入在台海，那俄羅斯也表態了，他會跟日本一起來做对抗。如果我們把戰情再擴大去預想，包括了北韓、美國也加入的話，未來在西太平洋地區會不會變成兩股勢力的對撞，也就是中俄朝對上美日台？楊老師怎麼解讀？邵伊古講軍國主義九頭蛇，那要斬斷其頭顱方面已經累積了足夠的經驗，這個其實有一點感覺上在呼應，中國大陸駐大阪總領事薛健的談話。雖然薛健當時是收回了這個發言，他也沉寂一陣子，他最近又開始在轉載就是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一些這個發文。我覺得中俄之間針對這個問題是在一方面在外交上，在戰略上尋求一個就是相互的共鳴跟支援。那特別針對日本，他的發言到後來又談到了舊金山合約。不要忘記，蘇聯現在俄羅斯當初也沒有參加舊金山合約。對蘇聯、對俄羅斯、對中國而言，他們其實對舊金山合約對他們講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而是之後中國大陸跟日本簽的中日聯合聲明以及相關的4文件，延續的開羅宣言到波茨坦宣言。所以
雖然高市是後來又回到了說中日聯合宣言的立場不變，可是呢，比較是那種便宜式的說法，也就是說我們尊重理解，連這幾個字都不講，只是說立場不變。所以大陸這邊還是非常的不滿意，希望他能夠撤回，希望呢他能夠真誠的面對他講錯話所造成的影響。是這個時候引俄羅斯的這個共鳴來支持，同時你看到在東海上面的這些超過90艘、上100艘的軍艦的集結，我覺得事情還是不可以小看哈，因為你會覺得說，沒有什麼其他的經濟制裁啊，或者是外交的升級啊，所以大概軍事行動不會發生吧。真正的軍事行動往往都不會有先前的所謂的外交、經濟的這種警告。歷史上大概都是如此。對，那一步一步累積的哈，那通常大概都是一個可能要準備打大戰。那但是如果他只是預計的是一種警告性的或者一種制裁性的，那其實他不會做這些相關的這個作為。但是呢，在外交上尋求這個相互的這個支持哈。我覺得在這一次剛好，因為他們又是第20輪的戰略安全對話，在這個之前，他還跟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也都談過。拉夫羅夫對日本的譴責，哇，那簡直是比中國大陸外交部還要更深刻。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接下來不要忘記中日聯合海上演習，過去曾經繞日本一圈吶。那接下來會怎麼做？我們就這個大概看。因為這一陣子剛好海上密集比較多的這個演習，明年的春天的演習也會持續。但需要等到明年嗎？我覺得現在大家其實這個準備上態度上都是比較緊繃的。好，所以接下來中俄，我們看完他的態度之後，有沒有可能就是針對於中俄，有沒有可能針對日本做一個南北夾擊來做進攻？包括也就是中國從剛剛說的嘛，西南諸島那。俄羅斯則是從千島群島往北海道推進，等一下請張將軍來帶我們看。我們先來持續看到說，中俄這一次其實真的是站在一起，而且他們也一起發出了通稿。通稿裡面講得很清楚，有一些細節，包括3點。第一個，他們說要捍衛二戰的勝利成果；第二點，又說了要反擊殖民侵略的翻案；最後，當然了，剛剛提到的，他們要抵制日本軍國主義捲土重來。我們也來稍微回顧一下當時二戰的時候，俄羅斯在日本投降前，他的這個路徑是怎麼做的？他當時其實從這個北部進軍在庫頁島，還有千島群島，逐漸的在往這個北海道方向做進攻，最後是拿下了包括了庫頁島跟北方四島。那近年其實中俄的動作也非常的多，積極的在對馬海峽，還包括了在日本海跟中國海峽進行這種聯合海空戰略巡航，所以這一次他們的動作才會特別的備受關注。有沒有可能南北一起夾擊日本？張將軍怎麼解讀？我認為很多事情要看這個戰略的跡象。我認為現在所實施的是戰略施壓，因為有一個特別的因素，就是在1960年簽訂的美日安保。現在美國在日本駐軍54000人，算是美國在海外駐軍目前數目最多的。當然，它這個駐軍的數目也會機動調整，而且會有一艘航空母艦常態性的進駐在日本的橫須賀軍港，所以這方面有美國的因素在這邊。那現在來看的話，中國大陸會對日本的施壓，我認為先從戰略施壓、極限施壓着手。那這會有3步走，3個手段。第一個，海空聯合演習，海上大兵力、軍艦，然後甚至有空中。那這種海空聯演完畢之後如果強度要增加的話，變成火力演習，做實彈射擊，艦對空的飛彈或空對艦的飛彈、反艦飛彈，大家來說實施，有沒有這種可能？我認為就是海空聯演，這是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中國的這個遠海編隊它會通過戰略水道。那個戰略水道包含宮古水道，還有對馬海峽，也是戰略水道，還有北邊的軍青海峽，這也是戰略水道，還有北邊的中古海峽，這也是戰略水道。它會這遠洋編隊通過戰略水道，這個什麼向日本施壓，也是。然後同時3個水道同時穿越，這個強度增加了，3個水道都有中共的軍艦，這個打擊群穿越，這個就是戰略施壓。我認為這是第2步走。第3個，我認為他會派一個排級的兵力、小兵力上釣魚台，直接上釣魚台，因為釣魚台主島只有3.16平方公里，都是那個岩石，沒有辦法。但是這個南小島跟北小島，尤其是南小島，它
它的拳頭山跟拇指山之間，那塊平地可以有一個排的兵力可以進入那個地方，連級就太多了，是這個樣，那就進駐到上島了。對，我的兵力進駐就是一個排級兵力上去，對，看日本你敢怎麼樣？這個我認為這3步走就會對日本做個測試，這個也就是戰略的極限的施壓。但是如果是這個中國大陸又跟俄羅斯對日本這邊動手的話，我認為要從兩個方面來着手。第一個，中國大陸負責封控西南諸島，因為西南諸島從安美大島、這個沖繩啊，現在我們叫琉球，還有包括的這個八重山列島啊，你包含蛇環島、包含與那國島啊這些，那這些中國大陸我們講的封控，所以因為它靠海空運补網跟你封控在那邊，因為這個不屬於日本的領土，中國可以這麼講，因為在2次大戰的這個波茨坦宣言啊，按照開羅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啊，日本只限於北洲4國、九州、北海道這4個大島而已，這個西南諸島不是他的。那中國大陸會做這個跡象就要來了，我們就要升溫了。那第二個呢，那個最後一個才會對4大島，就是剛剛講的本州4國、九州、北海道實施軍事行動。這是最後。所以我們看它會這個層次，它會慢慢升高。那慢慢升高的話，那就會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啊，如果在共同聯合來執行軍事行動的話，當然俄羅斯從這個北方4島就下來了，對不對？北海道，對，還有我們講到的本州的北邊，那中國大陸才會對4國、九州還有本州，因為本州最大的南邊，大概就是這樣。所以我們來看呢，它會這幾步走會慢慢升高。那目前的話，只是一個海空聯演的施壓，還沒有看大作戰的集群穿越重要的戰略水道，還沒有。所以我們來看這些跡象來看的話，中國大陸會不會一步一步走？這是一個檢查卡，是一個步驟。那按照這個步驟走，就知道它的升溫的程度到什麼樣的指標。但是就我這個短期來看的話，他們目前會在演習階段來做測試，日本會不會改弦易轍？高市早苗對他的所講出來的話，會不會做一個政治上的調整？對，我認為中國大陸會觀其言，聽其行。是，聽其言，觀其行。好，現在看起來中俄之間都還只是針對日本做這個戰略上面的施壓，給日本一些的警告。但是有沒有可能接下來變成一個真的動手軍事行動，從南北中俄一起做夾擊，變成一個真正的戰事哦？這恐怕就一觸即發，我們都要持續的來做關心。剛剛講到嘛，所以說中俄目前都是戰略施壓。過去我們看他在做這種聯合海空巡航的時候，有哪一些重要的武器有做出動？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請酈將軍幫我們做評估，包括了說如果美國也一起來幫助日本的話，雙方真的打起來，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們先來看到過去中俄到底出動了哪一些主力的一些武器，那包括了從海上我們做解讀，還有空中我們也來做解讀。我們請導播來 cue 一下下面這些武器的圖片哦。過去登場的主力，我們先來看到海上，中國大陸出動了哪一些？包括它的052D，還有呢它的這個054A 的護衛艦。那俄羅斯海軍則是有閃電級護衛艦。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一字排開這個，再來是空軍哦。好，第一排的第一個的最後一個圖是轟6，這個是來自於大陸的空軍，總共3款轟6，還有殲16跟它的空警500。好，接下來最後圖片的最後尾端的2款武器，則是圖 95NS 跟速 35S， 這是來自於俄羅斯的空軍的戰力。整體來看，中俄過去的聯合巡航的陣容會成為未來真的進攻日本的主力嗎？現在如果來一起跟美日做對抗，包括美國它出動它的 F-35跟它的航母，中俄可能會派出哪一些更強悍的武器嗎？酈將軍又怎麼解讀？高市早苗確實是誤判形勢。他誤判哪件事情呢？他不曉得說俄羅斯會跟中國會聯手起來，因為中俄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軍事同盟的相關的合約。那俄羅斯跟烏克蘭仗打那麼久，中國來講也僅止於說是買他的石油而已，並沒有實際上面派兵去支援，甚至於連這個武器賣給俄羅斯都沒有。所以這是第一點，讓高市早苗誤判了。但是這次來講的話，那你講出這種話，我們看到反而是當中國對日本要動手的話，反而是俄羅斯主動跳出來要替中國撐腰。紹伊古是何等的人呢？
邵伊谷現在是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哈，等於是我們國安會的這種秘書長這種角色。但是他之前是什麼呢？他之前是俄羅斯的國防部長。俄烏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是他在指揮戰爭的，所以他並不是文人的秘書長，而是他是一個具有實戰經驗的一個這國安會的主席哈。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當然日本來講的話，我認為他第一個低估了形勢，而且我覺得邵伊谷講的話非常的重哦。他認為軍國主義九頭蛇，他用到這麼重的話來形容高市早苗。大家要知道，日本在這個東亞這個地區來講的話，長期以來，他跟周邊的國家都相處的不好，都有曾經發生過戰爭哦，包括日俄戰爭，對不对哦？跟這個朝鮮來講，他也佔領了朝鮮，把朝鮮當殖民地。那跟中國更不用講哦，中日戰爭大家更是了解。所以日本你在這個地區周邊的鄰居你又搬不走，那你又在這邊用那種叫囂的言語要挑釁這周邊的國家，難怪俄羅斯中國來講都認為你是軍國主義復辟。當這個標籤貼在你高市早苗頭上來講的話，我覺得你是很難貼下來的。第二個，我認為高市早苗誤判形勢，他一直認為說是中俄兩國還是停留在公元2000年以前的陸權國家的時代，那確實是如此。以前中俄兩國大概都是大陸軍主義，但是中國最近從2000年以後，我們聽到的是所有軍艦像下餃子般的速度成軍哈。那我們剛剛看到你列的這些表，包括052驅逐艦，甚至還有055、054。然後福建號075、076數都數不完了，還有潛艦部分094、095、096哈等等039，等於潛艦也都是陸陸續續的成軍。那中國已經很明顯的從一個單純的陸權國家，已經搖身一變，進步到能夠有遠程作戰的海空權的實力。那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日本你還敢在這個地方挑釁，是很明顯的高估自己的能力。然後有一句話叫做自不量力。如果說如果說真的是中日两國開戰，我認為俄羅斯來講的話，倒不見得會對他發生夾擊，但是他會拘束到日本的動作，讓日本不敢動作，然後讓中國可以放開手來這個武統台灣，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事。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中美之間的關係。現在川普對中的態度是全面降火了，怎麼回事呢？另外也看到的是美中休兵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密約？現在擔心的事情是台灣會不會被推向成為一個棋子，推向這個軍費的深淵呢？另外一方面，台灣在最近可能宣布了這個小紅書會做封殺，達到1年的時間，影響人數高達300萬人。今天就兩岸還有美中台3線火力同時升溫，一起的來做關注。好，我們趕快來看到是美國總統川普，他為了避免今年好不容易真的可以跟中國大陸敲出了這個中美稍微在貿易上休兵，結果川普政府是突然間踩了剎車哦。那我們看到他做了什麼樣子的一個動作呢？他說呢要暫停制裁中國大陸的國安部，另外呢，他還說不推新一輪的重大出口的管制了。官方所有接下來和中國大陸有關的一些措辭都會變得比較緩和，並且來做修改。這邊提到了包括緩和的項目，像是國家安全戰略跟國防戰略報告，只要是跟大陸有關的這個修辭，他們都會做一個比較緩和的修改。在這個時機點上，重點是川普他才其實跟台灣剛簽下了台灣保證落實法案。那看到這個簽下去之後，貝森特就想要趕快緩和一下氣氛，於是呢，簽完之後沒多久，幾個小時他就立刻說了，美國同時是大陸跟台灣的盟友，而且我們的對外關係是沒有改變的。但是重點來了，貝森特滅完火之後，媒體又追問他說，如果說大陸武力犯台的話，美國你是否會出兵呢？
貝森特是指回了，這是假設性的問題，所以我不想要多做回應。這個訊號，我們現在也來做一下解讀。台灣的保證落實法案當時是要求說，美國每5年可以重新檢視對台的交往準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對台灣來說，到底美國會不會真的保護台灣呢？來看到這個川普重返白宮之後，他一直避談有關於軍事協防要不要來保護台灣，他一直把焦點轉向說，你台灣應該要提高你的國防支出吧，到 GDP 的10%。那確實，我們看到賴清德總統在最近也最新宣布了，2026到2033年台灣的軍購總額持續的上升，達到了1.25兆元新台幣，好，史上最高。美中現在休兵，川普則是全面的降火，這是真的停戰嗎？川普的布局是什麼？接下來如何看美中之間的關係？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現在就是中國大陸跟美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的是一種柔性外交，它並不是这種剛性外交，或者是這種硬性的這個硬碰硬的外交。它這個現在美國要自己走的呢，它是從這個籌碼交易之中走向雙贏，是這個樣。那怎麼來看呢？我們看烏克蘭戰爭很簡單，烏克蘭戰爭啊，變成烏克蘭跟俄羅斯在打，但是美國是大贏家。對，美國獲得了烏克蘭的稀土，美國也獲得了烏克蘭戰後重建龐大的預算經費。美國這樣，而且俄羅斯還允許美國到俄羅斯去採他的俄羅斯的礦，稀土礦。我觉得美國全部贏了，在俄羅斯跟在烏克蘭，尤其是烏克蘭獲得最大的利益是他。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就是這個籌碼交易。所以我認為這個我認為這個3年值得觀察，因為現在是2025年的年末，你從2026到2028，我認為這3年的調適期，美國原則上是走柔性策略。你看烏克蘭就是這個樣。那現在我們來看那第3個步驟是什麼？我認為它會有代理策略、代理的行動、我們講代理戰爭，一般講叫代理戰爭或代理人其實我認為它是以代理的這種策略拖住對手，就好像螞蟻雄兵拖住大象，變成這個狀況。螞蟻雄兵拖住大象，就跟美國現在中國大陸怎麼走呢？我也螞蟻雄兵中國大陸的西段交給印度來牽制，因為他們有領土的糾紛，將近通通加起來，東段跟西段加起來12萬平方公里，他們這邊由印度負責。那南海交給菲律賓來負責，那東海交給日本來負責。螞蟻雄兵拖住中國大陸，那美國在後面坐收我們講的這個軍售的利益。大家都要背後的最大的靠山是誰？日本、菲律賓都是靠背後的最大的靠山就是美國。所以美國是在後面，他就是拖住對手。那他這種策略來看，對美國來講是本小效高，利益獲利最大，不用單獨出兵。那現在俄羅斯誰拖住了？烏克蘭拖住他了，打了3年10個月，拖住他，讓這俄羅斯在這一方面原則上5到10年沒辦法翻身，因為要去恢復它的元氣。那美國我為什麼講第一步，他要3年調適？因為現在美國這3年是國力弱了，烏克蘭戰爭把美國的武器彈藥都用得差不多了，包括賣給台灣的武器他都拿不出來，為什麼？往烏克蘭戰場送了，那怎麼可以呢？往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送了，他什麼？所以美國這3年的調適期一定要去把握住，他彈藥不夠了，這時候可以跟中共貿然起衝突，產生軍事上的爭端嗎？我認為可能性很小，微乎其微。所以他就按照我的籌碼的交易、代理的策略行動，還有螞蟻雄兵策略來對中國大陸實施利益上的交換，跟籌碼上的互利。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回美國的策略走向雙贏，跟中國大陸之間要來走向雙贏。那台灣呢？台灣有沒有可能成為這個犧牲的人的國家？因為我們來看到，雖然跟美國簽訂了所謂的台灣保證落實法案，好像得到了一些承諾，但是我們又是花了非常多的錢在買各種的軍購的武器。有人說這個是一種政治上面的賬單，美國真的會提供安全嗎？酈將軍怎麼看？我們台灣碰到詐騙集團了。美國就是詐騙集團渣男，對不對？這個騙我們的感情，還騙我們的錢。為什麼我這樣講呢？這個台灣保證這個落實法案，等於我將它形容成就是一個渣男在騙一個女孩子，叫你來投資，把錢給我，然後之後來講的話把你拋棄，有什麼用呢？
我們看一下美國現在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在簽什麼呢？他現在正在簽的叫做美国的國家安全戰略到國防戰略報告，這兩本對美國來講是很重要的。什麼叫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就是包括我們這個國家哈裡面包括經濟，包括到我們的軍事，包括到我們的外交，包括這個美國的地緣戰略，整個都包括在裡面來確保美國的安全哈。所以這叫國家安全的戰略。那之後來講叫做國防戰略啊，那因為要有國家安全戰略，裡面有財經的，有所有包括在裡面，然後他來指導國防我們應該怎麼做。所以為什麼貝森特這個時候因為要避免刺激中國，所以他將它修改，對中緩和很多的語氣，因為他很明顯的看出來，他會去修改，會去潤飾，尤其是說對中的語言要放緩和一點，就是跟川普好不容易跟這個習近平談了很多經貿上面條件，中國現在又跟你買大豆，對不對？西土來講又對你解除了很多的管制哈，對你來講方方面面，那美國這個時候不敢得罪中國啊，他在這種在他的国防安全戰略的報告書裡面，他要去潤飾啊。那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可以相信美國提出來台灣保證落實法案嗎？我覺得很明顯的，他落實法案就是什麼？就是哄我們、騙我們，讓我們繼續心甘情願的掏出這個每年這個 GDP 的5%的這種費用去跟美國買軍購嘛？不就是如此嗎？因為他擔心我們現在台灣有很多的。但也有很多反彈的聲音，大家提出很多的疑慮我們沒有什麼要花那麼多錢，那我們要買什麼武器？是不是買的武器並不符合我們國防上面戰略安全上面我們自己的需求？那你美國是不是有清庫存的協議？我們現在很多在野的提出相關的質疑，那尤其說我們最重要的質疑一點，我們花那麼多錢付了保護費之後，那如果說台海之間萬一發生戰爭的話，你美國會不會來協防台灣？那川普這時候就很明顯，我會來這個你們把錢給我我保證我們會落實法案，僅此而已啊。你覺得這像不像是這個一個渣男在騙一個少女的錢，說你把錢給我，我幫你去投資你投資給我，將來一定會娶你。那之所以到之後會怎麼樣我想說應了這個套用一句高市早苗的話，真的有到那麼一天我們跟美國講，你那時候有保證落實法案，美國會說，對於當年的法案，我予以尊重，對不對？這大概也就是這些外交指令你認為他真的不派兵，他就跟高市早苗現在的回答一樣嘛我尊重你的看法，尊重那個法案，僅此而已。就像他說尊重這個中日當初簽的合約，那中國要的不是要你尊重而已，是要你重新再承認這個條約，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那如果說這時候美國提出這個，我們如果真的打仗他不來的話，我們能講什麼？我們還是什麼都不能講。好，這個是美中台現在之間的這個關係。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看到，那如果是把這個美國拿掉，我們來看到現在兩岸之間的關係，這一件事情是否也涉及到有關於政治呢？因為這個其實也在台灣的內部延燒的這個議題，就是小紅書。因為國安局最近點名了，說小紅書很多台灣人都有在用嘛，現在大約是300萬的台灣的民众有在用，那就針對小紅書，再加上總共是一共5款大陸的 APP， 他們說具有資安風險，所以要來做禁止。那他就說呢，因為小紅書要禁的原因是它有1700多件的這個涉及到涉詐，那麼財損超過了2億元，所以說接下來要下架1年。那在野黨也批評啊，不是小紅書涉詐，包括了其他平台，美日韓擁有的平台 Facebook、Line， 它的詐騙也這麼多，為什麼你就只是禁陸系而已呢？這件事情是否涉及到政治上面的考量？因為台灣其實上百萬的，主要很多都是年輕人，都有在使用小紅書。楊老師怎麼看？一覺醒來，小紅書連不上了。對，我的小紅書真的連不上。我測試了2次。理由當然不是資安跟詐騙。他說2年來，總共小紅書被檢舉的有1700多則詐騙，金額來到了2億多台幣。你知道，過去這30天，我馬上就上我們數位發展部數發部自己的網站，它會讓你去查詢7天、14天、30天，到今天為止的這30天，我去查到底哪一些
社群網站有被檢舉多少則？總共最高，臉書51827，然後呢 ，Threads 10318，Instagram 7132，這邊整個這個圖這樣好出來。沒有小紅書，因為小紅書在過去這30天不到100則，因為它2年才1700嘛，人家臉書30天就5萬多，做則數呢，那我們1個禮拜台灣被詐騙的超過3億，小紅書過去2年才2億，完全在比例上說不過去。用這個理由，我覺得年輕人不會相信的，因為小紅書是一個生活指南。我有時候上去看的時候，看的那個旅遊啊，其實很巨細靡遺的講一些東西，但美妝比較多了哦。但是它那個運算呢很細，你慢慢的找出來的東西，它會很快的提供給你，而且廣告比較少。我覺得政治的東西也不多，基本上就是個改良版的 Instagram。在日本、在美國現在都有在用。前一陣不是拜登要進 TikTok 的時候呢，美國很多人就轉到這個 Redbook 的小紅書去了。所以我是覺得，當然跟這個無關。而且最近這個新聞出來，就是美國一個 AI 公司要幫小紅書在日本東京的資料中心去購買 NVIDIA 輝達的晶片使用，就表示說，美日中民間商業的運用，因為政治的因素，他們自己也找到了一個因應之道。有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其實有爭議，變成一個新聞的報道，但表示說有這個需求。那台灣這邊呢，超過300萬人，光去年呢就127萬下載。所以我今天支持小紅書帶了一個這個。那因此我就回去書爬啦，看到啊，原來8月份那個時候他們在推大罷免的時候，曹興誠曾經就罵小紅書，罵這個 TikTok， 說就使得年輕人不支持大罷免，應該把它禁掉。後來大陸這邊有學者說，兩岸的年輕人因為小紅書等相關的，就是他只是講出來其中之一相互的理解，彼此就不會發生戰爭。不發生戰爭不是好事嗎？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邊其實接下來他就是為了這個選舉，他就是禁止你兩岸的年輕人、台灣的年輕人更了解中國大陸，然後彼此之間更沒有仇恨，因此相互理解。我覺得政治的動機非常的明顯。那接下來我就擔心了，是不是抖音啊、淘寶啊都會被禁？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有關於在中美之間有關於晶片的一個競爭。新疆現在最新推出的，我們等一下會來看到這個算力黃金已經碾壓美國了。中國大陸大家在看它有一個 AI 版本的一帶一路是否在這個時候橫掃全球，它的設備是否還能夠出口到其他國家去呢？另外，封殺這個輝達已經推動了，正式的讓中國大陸的晶片大爆發。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這一場 AI 中美之間的戰爭的勝負，已經不是晶片跟技術原本的那些老路了，現在可能涉及到整體的，包括從能源算力到國家的戰略。新疆剛剛提到的，現在正在經歷的是一場地殼級的翻轉。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個原本是戈壁的油城呢，現在華麗轉身已經變成世界級的算力帝國了。它有哪一些優勢？趕快來看到，就是它的電價。先來看，其實呢，跟這個中國大陸的東部沿海做相比，只有它的1/3。如果你要訓練 AI 的話，你直接節省了將近達到70%的電力的電費。好，再來看呢，確實新疆這邊氣候比較乾冷，所以也適合這些大數據中心來做運行。所以包括了多家的科技大廠，華為、阿里跟騰訊都已經進駐在當地了。現在在 AI 的資料中心也達到了39個，而且它這邊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直通中亞5國、俄羅斯，還有中歐班列這邊可以直接到歐洲國家去。
去，能源商品技術都很容易輸出。現在黃仁勳他就非常緊張了，他也承認未來限制 AI 的發展已經不再是我們想的晶片了啊，是電力。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討論的就是電力，尤其在新疆這個地區，能夠成為中國大陸超級算力的心臟嗎？接下來中美 AI 的勝負真的嗎？會如黃仁勳他剛剛講的，不再是晶片，而是能源，而是算力嗎？酈將軍怎麼看？我覺得中國這個 AI 哈，一定是電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黃仁勳講這一話哈，這個抑制 AI 未來發展不是晶片，而是電力。為什麼呢？因為 AI 確實用的電是很兇，但是很關鍵一件事情 ，AI 要用的電哈，因應未來世界的需求，全世界的共同的認識，要用的電是綠能的電，而不能是用這個有對這個地球有污染的所謂燃煤或者是這個燒天然氣的這種電，是要用綠電為主。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在這方面來講的話，一直不停的在發展所謂的綠電，包括我們講一句話嘛，哈，大陸有推一句話叫做這個東算西電。什麼叫東算西電？現在來講，發展 AI 的幾個大型的公司，包括 DeepSeek 等等這些，他們位置都在哪裡？譬如說 DeepSeek 它的總部是在杭州哈，上海，然後計算中心廣州啊，或者是這個香港深圳這幾個地方，大部分在中國的東邊為主。可是它電從哪裡來？電從西邊過來。西邊來講，我們看到包括清潔的能源，不是清潔能源，我講的是綠能哈。綠能包括什麼？就是太陽能，好，在新疆很多的太陽能發電廠，還有很多風力的發電廠，甚至於在西藏那邊，我們看到它即將要新蓋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水力發電廠，還有長江三峽哈，像這些電力來講，都可以供應未來的 AI 晶片所計算所需要所用，而且它的伺服器可以設置在這些地方。好，那我們講說美國呢？美國有沒有電？它當然有電，怎麼會沒有電？那美國用的電，由於川普他一直強調，他還是要用石油來發電，用天然氣來發電，因為他認為說這個東西對我美國來講經濟發展很重要，所以他說是綠電都是在騙人的。對。但是他們美國現在來講會用一種取巧的名詞了哈，它因為需要大量的電力，大概很多大型的這種 AI 中心來講，公司來講，他們用的是核電，他們自己在蓋核電，可是他不敢講核電是綠電，他講的是什麼？是說清潔能源，那確實是清潔能源啦。對，但是你未來如果說一個國家要長期發展來講，要長期發展 AI 的這種來講的話，我覺得這個綠電是避免不了，綠電是最安全啊，也對環保，也對節能的。所以我認為說是黃仁勳講的沒錯哈，這個東算西電是中國現在正在規劃做一個全盤大局的規劃。好，東算西電，這個是未來中國大陸在發展 AI 很重要的一個制勝關鍵。不是只是黃仁勳說，我們來看到幾位大咖也是這樣說。包括了黃崇信，他說什麼呢？他是阿里巴巴的黃崇信，他列出了大陸的4項優勢，他也是有跟黃仁勳一樣，都有提到能源。那他也講到了大陸的優勢，還有資料中心的建設成本、人才跟開源。那黃仁勳除了剛剛我說到特別提到的能源之外，他也強調了大陸的優勢，還有晶片、基礎設施、AI 模型跟它的應用。2位大佬針對大陸的優勢，楊老師如何解讀？可不可以說大陸已經掌握了這場 AI 的主導權？我覺得黃仁勳講的5層蛋糕哈，看他講的是能源、晶片，然後基礎建設、AI 模型和相關的應用，以及就是这5個，就這5個 AI 模型看它應用的層面就很廣了哈。軟體的應用以及各個產業的商業的應用，那在這裡面到底美國，我們現在美國現在目前佔了哪些優勢呢？晶片、AI 模型、晶片，也許現在我覺得其實還是6成到7成的領先。那因為晶片，你看像華為自己的昇騰的910C，以及它現在用的就是 HBM 的技術，我們在這個節目都討論過。那蔡委員都提過很深刻的這個分析，那其實也不能說很快的要後來居上，但是供應相關的這些使用其實有足夠的空間了。那在 AI 模型這個層面呢，我們就看到美國在發展很多這種大模型，可是呢，它都是比較是就不是開源的。那中國大陸現在從 DeepSeek 到千問到各個層面，它採取都是開源式的。
那你開源式的跟這種閉鎖型的就有很大的一個差別，也就是說，開源型的它可以在量身打造未來，就是說經過第2層、第3層有一些特殊的產業，它可能可以適合它自己的，不需要花那麼多的這個成本。越到後面反而成本越降。那因此，中國大陸呢，正如蔡崇信阿里巴巴曾經做過董事長的，他就說過，中國在 AI 有4個優勢：能源、資料中心、建設成本、人才資源跟開源策略。能源這個剛才葉將軍就講得很清楚了，中美之間在能源的這個比較中國一定會越來越佔優勢，而且是乾淨能源。資料中心的建設成本，那這個大概已經跟基本的基礎建設也是中國大陸在這邊整個製造業基礎建設。然後呢，人才資源，那當然。黃仁勳自己講了，50%的 AI 人員研究人員都是華裔，那當然人才資源，而且在中國大陸，它所需要的這些成本更為低，開源策略，所以現在因此有個新的概念叫做 AI 成本。這個 AI 成本的概念，如果你拿中美來做這個 AI 爭霸這個比較哈，那因為真的現在還是初階段，大家就比這個晶片吶，然後比這個剛開始誰投的金錢比較多，所以媒體上給予大家的感覺就是哇，多少人孫正義投了多少錢，然後呢黃仁勳又投了多少錢，這個 OpenAI 募資多少，就覺得說好像他已經跑得好前面了，結果呢發現呢他只在做晶片，那可是呢整個這個5層蛋糕發現到他那個蛋糕根還沒有做起來，而中國大陸已經一層一層的開始在這個建構了，所以我覺得 AI 成本呢，對於將來整個 AI 的爭霸會有關鍵性的影響。好，確實，我們現在看到中美的科技大咖都已經看到這個中國大陸它在 AI 上面的優勢，但是就是美國政府似乎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它最新推出它決定要封殺輝達的一個法案，他說了。未來30個月，一切先進的 AI 晶片全面禁止出口到大陸。當然了，這個黃仁勳就很急了，他跑到華府去立刻見川普，告訴他說，因為他知道說，就算是 H200，大陸都不見得會購買，因為 AI 在中國大陸它的晶片正在快速的產能暴增當中，其中寒武紀科技目標2026產量3倍以上，那麼中國大陸的晶片性能也是 H20的4倍以上了。張將軍又怎麼看？中國大陸不管在晶片產能或者效能全面提升之下，還需要輝達嗎？我認為短期非常短期，它還需要，因為需要的話，它能夠讓它的整個的 AI 化更快。那長期的話，這不需要，長期不要，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是以3步走，你要注意到中國大陸的策略是很明確的。第一個，我們看你看大疆無人機，它在全球的市占率達到70%，所有全球任何一個做 UAV 的無人機的，通通打不過中國大陸，沒有辦法。這個大疆無人機在中國大陸市占率是達到90%，全世界市占率是70%。那在美國市占率多少？在美國市占率如果是消費型的，它占90%，也占90%。你看那多可怕！美國 UAV 你做一架虧一架，那買中國大陸快啊，便宜啊。第二個，你看新能源車，中國大陸新能源車的自己的市占率占76%，占全世界的新能源車電動車，它占了64%，2%。2%是中國大陸做的，你看大家沒辦法跟它比啊。第三個，鐵道工程的話，48000公里，現在在營運的已經開始在跑的46000公里，占全世界的70%。你全世界的鐵路，中國大陸一個國家占70%，那怎麼會這個樣子呢？都是中國大陸的領先。